轩，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维权跟抗议真的非常多，但是我今天看到广东信义这个抗议的时候，我整个心都揪在一起。你看到前面是什么？白发苍苍的阿嬷，她站在人群中，她丢了，她是冲第一个的哦，是老奶奶拿10块去打这些镇暴警察的。最好千万不要想看阿嬷，因为台湾有一句谚语叫“问阿嬷嘛，哔哩卡卡”哦，所以阿嬷呢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生物。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们原本是抗议的。数以百名的这个群众全部都聚集在，包括是他们的这种村的这种相关的办公室，以及呢他们里的办公室，干嘛要维权？维权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在我们附近呢盖一个殡仪馆？而且阿嬷是冲第一个的，对，结果大家就开始丢了。我跟你讲，那个阿嬷跟小叮当一样，因为呢他18般武艺都有。你看他刚才丢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10块。对，而且当整个镇暴警察呢，因为被那个阿嬷丢到已经受不了了，冲前的趋前要抓那个阿嬷的时候，没想到阿嬷呢一个转身哦，一个位移，马上走位到人群里面，让他们抓不到。而且他不只是丢10块，你知道他还丢什么吗？他还丢草，他还丢什么吗？他还丢鸡蛋。所以这个阿嬷是什么东西都往警察身上砸，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愤怒？为什么连一个阿嬷白发苍苍都要站在这个街头？哇，这个画面也太可怕，真的是阿嬷一个人去抵抗所有人的感觉。我跟你讲，这些年轻人都行不通，因为是阿嬷一个人站在人群间。你看哦，年轻人只会拿着手机在那边录影，对，就阿嬷什么叫嚣维权，然后呢，他那个鸡蛋跟10块砸过去，所以呢，当他丢完之后，发现所有的群众都把这个10块来全部冲了，往那个10块这样丢，对，所以警察最后面人都不得已。只能防止这个天降食雨，所以把这个盾牌呢往上举。我在讲现场的群众，所以他们还把自己的5星旗扛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他们就拿这个旗帜去跟他们市政府呛虾，哦，一直在那边不断的挥，不断的挥。但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市政府也不是我们讲的吃素的，抗议群众大概500-600名以上，结果市政府哦到处去调这种快打部队，这边也调，所以很多人在街上，你看他们都拍到说，哇。这人群在群聚耶，整个快打部队开始就往这个市政府你看移动，然后呢架起这个盾阵，甚至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哦，在现场呢被打到头破血流，然后躺在地上。就躺在地上更好笑什么呢？她手上还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对，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呢，我跟你讲，她根本是来反串的，因为你仔细看，她那个旗帜对不对？被警察打倒在地对不对？她的旗帜是装反的，装反的，对，代表她是呛虾嘛，对，她是唱衰嘛，装反叫亡国的意思哎。但是这些警察也不是好惹的。我们刚才一直在看这些盾牌哦，来照，这里面是有学问的。你知道这是什么盾阵吗？这叫做罗马盾阵。罗马盾阵，对，这是古代的古罗马时期呢，他们靠着这个盾阵呢，战无不克。等于就是说呢，前方有一排大盾呢，我们讲的团团的把自己给围住。对。那同时呢，它的顶层呢，也要有所谓的大盾呢，防止任何的弓箭的突袭。然后呢，这个盾阵呢，如同龟甲一样，就像这个一样。对。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前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它可以去防的。对，然后它慢慢的往你靠近，慢慢往你靠近。然后往你靠近干嘛呢？以前古罗马是这样。开始前进图之势，也就是从里面拿刀拿枪对着外面的人捅。结果这些警察更没水准，他们是呢架着盾牌罗马盾阵哦，然后靠近人民，你知道靠近人民干嘛吗？拿起他们警棍开始削，真的，他就开始打到人家头破血流，然后看一个打一个，见一个打一双，甚至有些居民哦，因为他们不小心落单了哦，因为人多势众嘛，对，落单之后你知道干嘛吗？你看那个爷爷就在前面，那太可怜了吧？而且他们专挑老弱妇孺打。他们年轻人都不太敢打，因为年轻人力气大，就专打老人，然后把老人打倒在地上之后，你看哦，一群人开始群殴，往他身上呢疯狂的去殴打，甚至是有一个阿北很惨哦，对，被打到什么呢？他就说趴坐在地上，后来呢镜头pan过去才发现说，哦他在镇暴警察附近，结果呢整个都已经头破血流，甚至连他的背啊都被打到那种像渗血，像那种鞭袭这样子。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刚刚民众那么愤怒，要对这些镇暴警察丢10块扔东西，就警察还跟他们呛虾。我讲双边火器都来了，你看这个老人很可怜，在那边是火器来什么，他就跟他们呛说，用喇叭，你在扔东西啊，我们的高清摄像头哦，他说他身上有带那个摄影机，但特别强调是高清，会把你清清楚楚的记录起来，行为都会得到法律的制裁。但你知道人民回应他什么吗？我觉得这个人民更绝。他们就在刚好拿这个类似牌子的东西或者是这边的路牌刚好这边。他说你在人民路上打人民，你说现在在聚集、在除暴、在打人这个地方叫做人民路，对，你在人民路上打人民，所以太讽刺了吧？所以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有摄像头嘛，他们有这个摄影机嘛，密录器，所以他们全部都聚在这个人民路的牌子里面，来啊，你来打啊，我看你这样能不能看，对不对？你是这么维权而已，就打成这样子。但实际上他们的市政府确实是过分，对，因为原本他们这个殡仪馆呢，根本没有跟地方去解释也就是信宜市没有去解释。你说今天会闹成这样，就是因为盖殡仪馆，对，用骗的。
用骗的盖殡仪馆，对他用骗的我家旁边变成殡仪馆的。对他本来跟你讲说我们要盖一条路哈，这条路呢非常有意思哦，就是敬重这个立儒大道。什么叫立儒呢？是奖励大家忠孝仁爱礼义和平，然后要尊重这个儒家学说。结果呢，这个大道盖到一半，他们发现不是立儒呢，啊，怎么变成是老庄道家了？为什么？变成一间大型的殡仪馆，而且占地5万平方米。那他跟你讲说没有啊，我没有违法啊，我距离你的距离大概500公尺左右，那是超过500公尺就符合他们的法规标准。结果这个村子距离这个殡仪馆600公尺。啊，你这样不是搞笑吗？你跟我讲说500公尺合法，就是600公尺。问题是什么？殡仪馆它会有烧，对，它甚至会有一些尸体的存放，会有一些水源的污染。对，但你离村头这么近，甚至这边还有一些学校，还有一些小学，那这些居民来讲，不只是房价会跌，对他们的生活起居，大家心里都会毛毛的。我可能半夜走在路上，突然间你那边就有殡仪馆，所以他们才会一路的闹。但我讲很厉害哦，他们是被打，是不是流血？对，是不是警察要弄他们？他们一路闹了3天，他们不肯停。他们先去我们讲了村委会闹，再去呢市政府闹。你看，在市政府这边，他们才举5星旗。他们这5星旗直接举起来。我开始发现哈，当中国出现这种抗争的迹象的时候，代表一个概念，他们的人民恐怕慢慢开始觉醒，而民主的意识呢，活在他们每个人的 DNA 里面。瑞哥，我们刚看到一件事情，盖一个殡仪馆竟然可以炒成这个样子，因为它完全就是在骗人。你盖也已经有民怨出来了，结果中国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是拆。他怎么拆？我今天看到广西这个画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太可怕了。人都还在上面，5星旗都还这样子挂着，结果他们照样强拆。那怪手下去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弄倒的吗？那么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还是台湾老百姓来讲啊，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就买1间房子，所以你怎么可以随便呢？那么就把人家的房子给拆掉？我们现在看这个是觉得不可思议啊。广西这个房子呢，你看那个里面。他故意因为要被强拆，所以呢，他故意把这个中共的5星旗就直接挂在上面。他前面讲说，他照样拆耶。国家的国旗，你总不能这样就拆了吧？你看他的那个大型的这个拆除的这个挖土机等等啊，不管你在上面放多少的国旗，而且呢，他们到后来很愤怒嘛，那放了一大箱的这个石头就去砸他们那个拆除队，没有用。而且最离谱的是什么？楼上楼下都还有人坐在那个地方，我就故意用肉身跟你阻挡，对不对？你看他照拆，对，而且好可怕是什么？房子已经歪了。他1楼的那个柱子啊，他就这样给挖断，给他拆了。对，如果你不撤退的话呢，倒下来怎么死的，怎么被埋的，我不管你呀。你就知道中共他们多傲慢呐。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事实上跟所谓的土地国有跟土地私有有关系嘛。因为呢，在城市中共的那个土地政策呢，在城市土地是国有的，那么在郊区农地等等土地是集体共有的。那么集体共有，公安拍天就是地方政府等等可以主管的，它可以动不动就霸占，所以土地不是私人的。那么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你看在这个包括广东啦，包括这个等于很多地方啦，那么也都是这种状况。这个够凶，他是直接跟这个现场人员是直接互殴对，丢10块的。因为呢，他要拆你的房子嘛。那问题来了，如果我的房子是这个违建还是霸占的相关的土地等等，通常都不是。很奇怪，是中共就喜欢去拆人家合法所拥有的房子，而且不管你3721那么就来拆了，最后还是把这个保警叫来了以后，把你排除了以后呢，照拆。那你不高兴，你就丢石头，他就用棍棒那个政报部队呢来打你对，所以呢，事实上包括在上海也是一样上海就直接那么把你的这个监视器呢，那么直接给破坏掉了以后，破坏掉你的监视器，破坏掉了以后呢，强制进到屋里面，你不肯走上，我直接把人给抬走。那里面的东西它像我们，它现在就在破门就踹门等等像我们这边会把里面的东西、值钱的东西先收拾一下，比如说你有电视机啦，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财物等等，把它收集了以后呢，把它拿出去，然后开始拆，对不对？他们不管的，人拉出去，然后扛走了以后呢，把它押走了以后呢，就开始整个房子全拆了。除了这样之外呢，还有包括人的基本的言论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呢，直播现在不是有很多的人会用直播的方式嘛？对。然后直播的方式呢，点对点、面对面，这是2个外国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在这个中国，所以他们在讨论什么？在讨论中共的网络国家审查制度。对。那网络国家审查制度，他们要测试直播会断掉。那这一位先生他就讲说只要我们讲到中共监看人不想让你这个不想让你讲的话呢，他就会出现
彩色 monitor， 哎，就是我们以前卡拉霸在这个电视还没开播前呐，出现了彩色的这个 monitor， 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跟你讲说啊，网络中断，对，网络中断了以后呢，就暂时啊，这个跟大家对不起，网络中断，然后呢，你知道吗？他为了要测试，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中国老百姓比较喜欢川普的言论，就这样一句话而已。然后呢，他就看到他自己啊，在中国看到说，哎，我的左下角出现了这个信号异常，对，马上回来，出现这个讯号异常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monitor 出来了。为什么被遮蔽了？就整个被遮蔽了。所以你就知道，告诉各位。我在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蔡英文、马英九在竞争选总统的时候，到澳门跟现在的我们台湾的这个饭店集团的盛智人啊，一起应邀到澳门一家电视台啊去做总统大选的评论嘛。我们两个你知道评论的时候呢，发现前面那个电视 monitor， 每当我们讲到不什么事，一棵树就过去，一棵树就过去，我才忍不住那棵树到底干嘛的？最后忍不住呢，广告时间问他那棵树到底干嘛？他说那棵树只要你讲到总统。行政院或是国防部、国安局，那什么跟国有关系的时候呢？因为卫星不是打上去再打下来有1秒钟的秒差吗？对。那么它就遮蔽了我们讲的那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文字，然后消音。所以呢，我很讶异，他说那一套系统还是竹科的人工程师发明以后卖给他们的，他们就用这样子阻挡、遮蔽、静音，让这些尴尬的字眼呢，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你就知道所谓言论自由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